先生，你宁可让他走，也不愿意把事情圆满解决。先生，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经过。山庄地方不大，有事情想要瞒我并不容易。你一定知道，阿德来就像是阿舍亲自来是一样的。我知道，你让他这样走了，就表示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好结果了。我也知道。难道你不会心痛，也不会难过啊？心痛又如何？难过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样要过，一样得过。景天，你听我一句话，男人的骄傲固然可贵，但是又何必用一生的幸福去换取呢？我已经错的无法回头了。是吗？现在追过去还来得及啊！不，国防是我弟弟，我这一辈子只答应过他这一件事。我要是连这件事都做不好，那就太对不起他了。先生，我娘那里还请先生帮我掩护一二。今天告退。姐姐，你去问过他了？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他没有因为郭放的事情而嫉妒过。他真的这么说？看来是我的看法错了。他不是在妒忌，也不是在吃醋。他拖延婚期，就只有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？就是他不喜欢我。他不要我，他不要娶我。姐姐，姐姐，阿舍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受了什么委屈？告诉师傅啊！对不起，师傅，让您担心了。我才不替你担心呢，因为你一向够坚强，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击倒的。不过能让你哭得这么伤心，想必绝不是什么小事哦。好了好了，你想说就说，不想说我绝不勉强你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师傅，阿舍想说，阿舍很难过。看起来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啊！原来你不像我想的那么样的坚强嘛。阿舍受到很大的委屈。今天呢，不用陪娘了，你回房休息吧。是，娘。青云，婚礼的日子挑好了没有？
夫人，我干嘛吞吞吐吐的？我问你到底挑好了没有？夫人，我还没挑呢。还没挑？是。叫你做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真是越来越没用了。娘，您就别责怪先生了。是孩儿不让先生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让他挑呢？娘，我想将婚期延后。你给我说出个理由来。儿有不得已的苦衷。那就是没有理由了。我希望娘能够答应。不可能，人家阿舍一个女孩家，当着我的面都爽爽快快答应了这门亲事，你却在这个时候反悔，你把人家阿舍当成什么了？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。你要记住，女人绝不是这么任你糟蹋的。如果你还要反悔，从今以后，你就不要再认我这个娘。娘，你好好考虑清楚吧。青云，夫人，赶快把日子挑好，1个月之内，我一定要在1个月之内，把他跟阿舍的这门亲事办好。是。夫人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？今天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会这么做的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生平最恨的，就是始乱终弃的男人。这我明白。可是今天他……如今他对阿舍这种做法，难保他将来不会。而我绝不会放过这种男人，因为他们都该死。可是今天他毕竟是您的儿子啊。身为他的母亲，我应该原谅他。可是身为血狱官印，我必须杀掉他。这你是了解的。如果你真的想帮他，就劝他最好在1个月之内，马上跟阿舍成亲。是。麻烦你了。谢谢阿舍姑娘。哎，阿舍姑娘，阿舍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可是我感觉你好像有意避着我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至少你应该让我明白你为什么避开我吧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是担心石敬天他会误会我们，所以……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看来我是难辞其咎了。也许我的言行举止的确有让他们误会的地方吧。哎，我倒不觉得你有什么失礼之处。至于他要怎么想，又不是你能控制的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事情既然因我而起，我以后就更应该谨慎我自己的言行才是。其实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你的伤养好，所以你应该回房去把药喝了。我还有点事情，对不起，不陪你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啊，大师，郭放想离开了。哦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想对大家造成困扰。我不觉得你留下来对我会造成什么困扰啊。对大师您也许没有，但对其他的人，你是指阿舍姑娘？哦，你对阿舍姑娘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呢？因为阿舍姑娘对我的照顾，而引起的石敬天对她有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你打算离开？是，我认为我的离开对大家都好。你的走，为
未必能够解决问题。而如果你的伤好了，就算你想留在精舍，我也未必肯留你。这么说，郭放该珍惜留在这儿的时间了。你是聪明人，你心里应该明白。多谢大师指点。我很抱歉，无法完成你所托付的事情。我明白，我并不责怪先生，因为事情的确有些强人所难。不过此刻，倒并非毫无转圜的余地。难道说先生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改变我娘的心意？有。今天，只要你能够说服阿舍姑娘，把婚期延后3个月，然后让她亲自向夫人禀明，这样一来，夫人就没有理由强要你在1个月之内完婚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办法只有一个，做不做就全看你了。阿舍，阿舍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不用求我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希望你能答应，将婚期延至3个月之后，并且希望你能亲口跟我娘说。你不觉得3个月太短了吗？或许是3年，或许是30年，我们才能够了解彼此。不过，我告诉你，有一点我非常肯定，那就是我不想嫁给你。你想延多久？你自己去跟你娘说吧。你真的不肯答应我？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你一向自认为是个聪明人，应该听得很明白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不奉陪了。今天啊，陪我出去走走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让阿舍伤心？我知道。明明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什么样的苦衷，让你连他的感受都不顾了？其实我的心比他还苦。这点我明白，所以我才不顾自己说过的话，硬要插手你们之间感情的事。原来大事早就看在眼里了。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立场不同，所看到的也不同。我既然不在局中，看的当然也就更加清楚明白。这件事情，就算大师再清楚明白，也未必能够解决得了。那倒未必见得。如今问题的症结，就在于你所谓的苦衷。如果说你能够把苦衷说出来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若是能说出来，又怎么会是苦衷呢？你信不信得过石头？信得过。那么你可以告诉我，
实在找不到不相信你的理由。其实这件事很简单，是我和郭放之间有个约定。郭放？不错，我跟他约定，在3个月之内公平竞争阿舍。所以，这3个月内，我不能娶她为妻。你明明知道阿舍喜欢的是你，为什么还要给郭放这个机会呢？因为他亲口跟我说过，他也喜欢阿舍，而且已经向他表达过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应该给他这个机会。郭放曾经向阿舍表达过爱慕之情。不错，他亲口跟我说的。如果郭放真的向阿舍表达过爱慕之情，我没有不知道的理由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这回事，那么你们之间的协定也就不存在了。话是不错，不过，我想他应该不会骗我吧？不管事情真相如何，你这么做都是错的。无论阿舍喜欢谁，选择谁，嫁给谁，或什么时候嫁，都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。你因为和郭放之间的协定而将婚期延后，对他来说，那是不公平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敢告诉他。既然我答应你保守这个秘密，我当然不会跟他说这件事。这件事，你也得到了教训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多谢大师。既然已经看开了，也说清楚了，为什么还闷闷不乐？谁说我闷闷不乐？我乐得轻松，高兴得很呢。那就对了，世界上男人又不止一个，走了个石今天，还有郭放啊。师傅，您在说什么呀？郭放很好啊，又有正义感，又温柔又体贴，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对象。师傅，你真的觉得他那么好吗？当然喽，好就是好啊。那么我建议，你把阿德许配给他呀。不，阿德有药铺啊，他有了寄托，你不同啊，你正好失去了寄托，正需要一个人好好照顾你。师傅，您最近是不是太闲了？干嘛学起人家当媒婆呢？怎么，郭放不好啊？我也没有说他不好，只是我们之间又没有男女之情。男女之情可以慢慢培养的。师傅，您今天怎么搞的嘛？老是在这个问题上打转。师傅关心你嘛。再说，郭放老在师傅面前夸你这个好那个好，难道说他没有向你表达过爱慕之情啊？哎呦，师傅，您越说越离谱了。郭大哥他是个正人君子，那个时候他知道我跟石今天在一起，怎么会对我表明呢？真的从来没有。他不但从来没有对我表明过爱慕之意，而且还生怕石今天误会我们。我这样说，您总该相信了吧？那就好。好什么好嘛？师傅，我看你今天是有意寻我开心啊。师傅是真的很开心。师傅，我不理你了啦。大师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这里格外的安静，对你的伤大有好处。啊，原来是为我伤啊！不然还会为了什么事呢？当然，大师您为了我的伤煞费苦心，郭放是感激不尽啊。举手之劳，不必介怀。郭放曾经在想，如果我的伤一辈子都不好，那我岂不就可以一辈子都待在苦竹精舍？苦竹精舍真有那么好？真有那么多值得你留恋的地方吗？我的确很喜欢苦竹精舍。不过一辈子似乎太长了，对你而言，3个月应该足够了。大师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难道大师已经不欢迎郭放了吗？欢迎不欢迎，你不都已经决定留下3个月了吗？看来大师今天带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我的伤，
而是有话对我说吧。不，该有话要说的应该是你，而不是我。你很聪明，应该明白。石今天对大师说了什么？你很清楚。不错，我跟石今天有过一个君子协定，他答应过我，3个月之内跟我公平竞争阿舍。两个男人之间的协定够豪情，够义气。不过，石今天答应你是为了什么原因？石今天之所以答应你，是因为你告诉他，你曾经向阿舍表达过爱慕之情。你有没有向阿舍表达过呢？你没有，你欺骗了石今天，而石今天却还傻傻地守着你们之间的协定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不明白。不过，却让我深深觉得我看错了你。你的伤虽然没有好，可是苦竹精舍已经不留你了。我之所以带你到这儿来，就是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揭穿你的谎言。你可以走了。至于你跟石今天之间的协定，也可以宣布无效了。姐姐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没什么。姐姐还在为与石大哥的婚事而烦恼。这回你可猜错了。他刚刚来找我，我不但把他赶走，而且还很明确地告诉他，这辈子我不会嫁给他了。所以，我不会再为他烦恼。石大哥来过了，他都跟姐姐说了些什么？他希望我能够将婚事延期到3个月之后。啊，3个月之后？那他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啊？没有。姐姐，你觉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想，如果石大哥不在乎你，他为什么要来找你？如果他不想娶你，又为什么要求你答应他，将婚期延至3个月之后？所以我想，这件事情绝不会是像石大哥说的，单单是彼此了解一下这么简单。这件事情一定有他难以启齿的苦衷。这根本不是理由。问题是，他怎么认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？如果他有心娶我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夫妻了。他有什么困难不能对我说？连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做不到，那么我又怎么敢跟他论及婚嫁？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原因？过去，如果他坦白告诉我，我会很乐意知道。可是，现在，他对不对我说，对我而言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姐姐，你不要再骗自己了。你真的可以放得下他吗？既然我已经向他表白了，就没有什么放得下放不下的问题。我想，时间会冲淡一切。
师傅，你可不可以说出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师傅，你如果实在猜不出来的话，我可以提示你哦。激将也没用。我不是激将，我只是觉得最近我被师傅教导的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，但是我又怕伤了师傅您的自尊心。可是让我忍住不动声色，又实在难以掩饰那种可以胜过师傅的雀跃心情，所以我就想证明一下，我是不是要比师傅强。哼！我就知道师傅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如鱼得水。师傅你果然是高明哎，一猜就中。我还猜得出来下一个你要放在水里让我猜的东西。师傅，这我可就真的是不相信了。鸳鸯戏水。师傅，我是不是又在不该的时间卖弄聪明了？我愿意跟你打这个哑谜，当然不会这么认为了。你跟阿蛇姐妹情深，你不忍心看到她痛苦，我当然知道。你希望我出面去劝她，我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不过天下有很多事情，既不能说，又不能劝。当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只有自己去面对它。或许会被鞭打得遍体鳞伤，但是不经过这些，又怎么能真的让我们长大成人呢？师傅是说，姐姐会过得去啊？过得去当然是一定的了，可是结果是快乐还是痛苦呢？师傅也不知道了。师傅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试试看，这次什么都不做，或许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哦。这么急着找我来，有事吗？出事了。怎么了？石头和尚把我给赶出来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我跟石惊天的约定，还有，我骗了石惊天，说我对阿蛇有表达过爱意。哦，想不到石惊天居然会向石头和尚说，看来他是走投无路了。走投无路的人应该是我啊！石惊天他现在反倒是绝处逢生。先生，你快告诉我，现在我应该怎么办会比较好？你别急，让我想一想。依我看，无论石惊天也好，石头和尚也罢，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阿蛇。为什么？因为石惊天不该拿阿舍做赌注，而石头和尚若是想维护石惊天，就不能告诉阿舍实情，否则石惊天在阿舍心中的地位必然会一落千丈。那倒也是。所以针对这一点，你就未必不能绝处逢生。怎么说？如果从现在开始，你重新向石头和尚那伙人发动攻势，比方说，你真的去跟阿舍姑娘表达爱慕之情，再诚恳地告诉石头和尚，你是真心的爱着阿舍姑娘，那情况不就……我懂了，这的确是个死里求生的好办法。郭大哥，哎，郭大哥，铁蛋，阿德，你们早。早。来，铁蛋，这份是给你的。好的，这份是给你的。还有，麻烦你将这份交给阿舍。郭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昨天我走得太匆忙，没来得及给你们道别，所以今天我特地起个大早来向你们辞行。这些礼物虽然不成敬意，但却也是我能力所及的，希望你们能收下。
真的很感激你们救了我的命，还有这些日子以来你们对我的悉心照顾。郭芳就此告别了。郭大哥，郭大哥，我不要你的礼物。哎，铁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走了，谁还跟我聊天？谁还跟我称兄道弟？我不要你的礼物，我不要你离开。铁蛋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你，可是我却有非要离开的理由啊。你要是不想走，谁还会赶你走不成？铁蛋，你不明白。我什么都明白，你根本认为铁蛋不配做你的兄弟。以前你所做的一切，只不过在敷衍我罢了。现在你开始不耐烦了，你就要走了。铁蛋，你不要逼我，我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郭大哥，你到底有什么苦衷是不能说的？难道你忍心看到铁蛋为了你的离去而伤心吗？郭大哥，你有什么困难就讲，铁蛋一定会帮你解决的。你解决不了的，是你们师父要我走的，所以我非走不可。师父，他为什么要让你走啊？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你们师父，我想他也是因为关心阿舍，他认为我要是继续留在京舍，会影响他跟石青天的感情，所以他才会要我走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看来师父虽然嘴上说不干涉姐姐的感情，可是心里还是很关心姐姐的。石头师傅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他应该给郭大哥一个机会才对啊！不，过去我对阿舍没有感情，我反倒是无所谓。不过，我现在既然对他有了真情，我倒不想造成他的困扰。我宁可选择悄悄的离开。郭大哥，这种事不能这么大方的，你应该去争取。哎，不如你就向石头师傅说，你对阿舍姐姐的真情，也许他听了之后，就不会让你走了。总之，我不希望你离开。大师，是你呀，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有些话我必须要向大师说明，我才能安心呢。大错已成，多说无用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郭芳恳请大师原谅。郭芳之所以有这样子欺骗行为，实在是因为我太爱阿舍姑娘。倘若我不这样去延迟她跟石金天的婚事，那郭芳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实在不愿意自己抱憾终生，才会出此下策，还请大师明鉴。你先起来说话。大师要是不原谅郭芳，郭芳无颜起身。虽然说你不够光明磊落，但到底是出于一片真情。若说你有错，石敬天他也有错。既然我原谅了他，就不该不原谅你。你起来吧。谢大师。唉，感情的事的确错综复杂，或许我真不该插手其中。啊不，大师您这么做也是为了阿舍姑娘的幸福。倒是郭芳的小人行径，累得大师您烦心了。这件事情，我不想再谈，也不想再管，该怎么做，就随你们吧。郭公子，你一定要走吗？要是我继续留下来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反对。我怎么会反对呢？我还正觉得纳闷，为什么你不等你的伤势好了之后再走呢？因为我觉得是我影响了你跟今天之间的感情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你不用感到抱歉，我跟他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因你而起，所以请你不用多心。那是为什么呢？理由非常简单，那是因为他对我的不信任，所以就算是勉强结合，也会不欢而散。
他为什么不信任你？如果他信任我，就不应该对我有所隐瞒，应该要对我坦白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他隐瞒了你些什么？算了，不管他隐瞒我什么，我都不想知道。现在已经都不重要了。哎，这个今天也真是的，居然完全不懂得珍惜你。要是换做我一定……郭放，站了那么久，你的腿一定很累了。我们进屋里去聊。当然好，走。今天你是不是来找我师傅的？对不起，我跟郭放还有事情要聊，没有时间陪你。若要找师傅，请你自己进去。没关系，我明天再来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是故意要气他的。没关系。其实我很希望刚才的误会能成为事实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阿史，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我对你的一片感情。你知道，当我在药铺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忘不了你。我想对你表白，但是我又怕太过唐突。其实我在身受重伤那一天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在我临死之前，我希望能再见你一面。郭放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啊不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话跟你说清楚。你知不知道，当我知道你跟今天要成亲的时候，我简直快疯了。可是我告诉我自己，今天跟我情同兄弟，我不能横刀夺爱。可是我不能克制我自己去爱你，我只好忍着痛苦在这里养伤。但是我每次看到你跟今天出双入对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开始痛。痛。原本我想算了，就把我对你这份感情永远放在心里吧。但是现在不用，既然你已经跟他决定要分开，我也就不必有所顾忌。我可以正大光明的，我可以对你。郭放，你错了。不管今天存不存在，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你。为什么？难道我的条件跟他真的差这么多吗？不，其实你有许多的优点，都是今天所欠缺的。不过，不管他有再多的缺点，我都不在乎，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只爱他这一个男人。如果你真的不在乎他的缺点，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分开呢？他不信任我，并不代表是他的缺点，而我们之间就是因为彼此了解不够深，所以他才不愿意跟我坦诚相对。照你这么说，如果他愿意跟你坦白，你还是会跟他重修旧好了。暂时，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。
不过有一点，我倒是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，什么事？不管我跟今天将来会如何，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你。为什么？为了不让你再痛苦下去，我认为我必须告诉你事实的真相，否则将来我们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今天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而且以后请你也不要再提了，不然恐怕真的连朋友都不是了。好，我会记住你的话的。那就好，失陪了。我怎么会有这种心痛的感觉？难道我真的爱上他了吗？夫人，夜深了，请回房休息吧。夫人心情如此沉重，是不是又在为今天的婚事而烦恼？我烦恼的不只是婚事，我甚至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。夫人怎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最近他的一举一动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让我觉得他好陌生，几乎已经不像是我所认识的今天。哦，恐怕夫人是多虑了，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。你想想看，从前的他虽然个性孤傲，对我却是很孝顺，从来不敢违背我的意思，不管大小事情都会先跟我商量再做决定。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我从来不知道阿舍的事，直到几天前他带阿舍回来山庄，我才知道他有了爱情。为了成全他，我费尽苦心地撮合他们，好不容易把婚事给定了下来，他却忽然要将婚期延后，又不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说我会怎么想呢？今天虽然有这个心，但最后还是顺从了夫人的意思，不是吗？我要的不是他的顺从，我希望他能够坦坦白白地跟我解释清楚，好让我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。夫人，孩子长大了，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夫人就不用操这么多的心了。他长大了，是不是代表我老了？我们母子之间就应该有所距离了。哦，夫人言重了，青云怎么敢有这种意思呢？其实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，我确实是老了。夫人，最近我常常在想，一个人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，所有的想法都会改变，而且变得迂腐不堪，不通情理。哦，不，夫人一向通情达理，过去和现在完全一样，没有任何改变。如果我没有变，那就是今天跟郭放变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只有你我都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，所以才会没有改变。
或许吧。青云，这20几年来，你、郭放还有今天，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个男人。如今郭放下落不明，今天他又让我捉摸不定，我真的好彷徨。夫人，请放心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变化，青云会永远陪在夫人身边的。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对我忠心耿耿。虽然你嘴巴里说是为了报恩，可是你的心意，我怎么会不明白呢？夫人，青云一心报恩，不敢另有所图。就算你是真的为了报恩好了，我毕竟是个女人，想法总是比较敏感，而且我根本就不会相信，这个世界上会有不计代价、无怨无悔的男人。倘若真有此人，夫人又将如何呢？如果是别的女人，或许她会因为感动而托付终身。可是我早已经心如止水。原来夫人对石慕云始终未能忘情。不，我对他没有感情，只有恨。不过无论他怎么对不起我，我都要对得起我自己。毕竟我们俩还是夫妻，我可以不原谅他，但是如果我改嫁了，我就再也没有立场恨他了。这么做值得吗？不管值不值得，我都会坚持下去。如果你觉得继续留在山庄并没有任何意义的话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不，夫人，青云还是那句老话，除非夫人认为清源老迈不堪，不适合留在此地，否则我绝不会离开。谢谢你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需要你这个朋友。多谢夫人抬爱。哦，对了，日子已经定好了，下个月初8将为今天晚婚，不知道夫人有没有意见？你看着办好了。是。我想要休息了。你又来了。阿舍还是不肯见你。如果你肯把事情说清楚，或许还有转机。那我也就无可奈何了。大师不必为我操心。3个月的期限很快就会过去了。3个月之后，我再来金舍，跟阿舍解释一切。阿舍的个性刚烈，恐怕他不会原谅你的。那我就只好认命了。不过在这3个月之内，我会天天到金舍来看他，不管他是不是见我，我一样会来。风雨无阻。我看得出来，阿舍虽然表面对你冷淡，可是内心还是念念不忘。你如果继续这么执着，对你跟他都是一种伤害。可是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？我若是不能信守诺言的话，也许阿舍他更不会原谅我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就不便再劝你了。大师一番好意，今天感激在心。
师傅，昨天郭放来过药铺了。我给他把了脉，他的伤还没有复原。其实他住在客栈，熬起药来很不方便啊。让他到药铺去熬药，岂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我觉得不如让他住到精舍去，这样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。原来你是舍不得让他离开这里啊。师傅，怎么会呢？我只是看他伤还没有好，一个人住在客栈又太可怜了。再说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段时间，不如就让他再留一段时间吧，等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啊。你这么替他说情，是不是在怪我太过为难他了？师傅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管你是什么意思，我都要告诉你。当时我所以没有留住他，完全是为了阿舍着想，并不是我对他存有成见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如果郭放继续留在这里，会影响到姐姐和石今天的感情？你认为呢？我也问过姐姐，他们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郭放，而是石今天对姐姐不信任，所以这才是姐姐不愿意跟他成亲的原因。你也觉得石今天对阿舍不够信任？当然了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延迟婚期的理由呢？算了算了，他们的事啊，我们还是不要插手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至于郭放，只要他喜欢留在精舍，我没意见。那这样好了，我明天告诉他，由他自己决定吧。夫人，聘礼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夫人过目。不错，我看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这一次，你真是煞费苦心了。多谢夫人夸奖，青云只是尽力做好分内之事而已。青云，你觉不觉得这阵子除了今天之外，连阿舍都有些反常啊？我倒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前些日子，他每天都会到山庄来陪我聊天的。照理说，婚期近了，他应该走动得更勤快才对。怎么会一连10几天都不见他人影？夫人，我倒觉得阿舍姑娘的反应并不奇怪。过去，她只是到山庄来做客，可是如今的身份却大不相同，很快的就要成为山庄的少夫人了。而且，女孩家在正式成亲之前，总是有些害羞。况且，婚期越近，她就越希望多点时间陪陪家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说的是有道理，不过我总是担心，事情并不像你讲的那么单纯。尤其是今天突然提出将婚期延后的事，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俩的感情是不是有了变化。夫人多虑了，明儿一早我就要去下聘了。如果真的发生变化的话，阿舍姑娘早就有所反应，也不会如此平静。希望真的如你所说，不要有什么变化才好。夫人放心，他们2个人一定会顺顺利利成亲的。青云今日特地代替我家少爷前来下聘，至于婚期定于初8，不知大师以为如何？很抱歉，可能要让先生白跑一趟了。阿舍姑娘的意思是，我跟石今天的婚约已经解除，
难道他没有告诉伯母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我家夫人一心希望迎娶姑娘过门，对于解除婚约之事全然不知啊。那么，就有劳先生代为转达。至于伯母，就请他向石敬天亲自求证吧。哎呀，少爷真是太糊涂了，这种事情怎么能够隐瞒不说呢？这让我向夫人如何交代呀？他一向行事怪异，为什么要做隐瞒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至于让先生为难，我除了感到无奈之外，其他的我也无话可说。姑娘真的不愿意多做考虑？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了。先生还是请回吧。抬回去吧。是。阿舍，你这样坚决退婚，可不要后悔哦。要退婚，都是石敬天主动提出来的。那么后悔的人，又怎么会是我呢？他只不过要求延迟婚期，并没有退婚的意思啊。可是对我来说，两者的意义相同。阿舍拒收聘礼。是的。他为什么要拒婚呢？因为是今天主动提出退婚的要求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今天怎么敢瞒着我去退婚？这是阿舍亲口说的，应该不会有假。你昨天还劝我不要多心，现在总该明白，我的猜测没有错吧？是的，请夫人息怒，这全怪我，是我的疏忽。今天擅作主张，你我都被蒙在鼓里，又怎么能怪你呢？立刻叫他出来见我。是，我已经差人去叫他来了。我待会儿一定让他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。娘，你不用叫我娘，反正你已经长大了，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做主了，还需要我这个娘吗？娘，您别生那么大的气嘛。我能不气吗？为了你的婚事，山庄上上下下忙成一团，结果就因为你一句话，就让大家白忙一场。你说你这么做对吗？今天知错。你真的知错了？是。我怕你像上次一样，只是敷衍我，做表面功夫而已。娘，我怎么敢敷衍你呢？连退婚你都敢做了，还有什么你不敢的？我只是想跟阿舍商量，将婚期延后。我并没有退婚的意思啊。那我问你，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认为我和阿舍相识还不够深，或许多点时间相互了解，对我们都有好处啊。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娶她为妻的准备，当初提亲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加以拒绝？到这个时候才来说这种话，你不觉得太迟了吗？娘，我曾经提过，可是你不答应，所以你表面上勉强答应，暗地里却想取得阿舍的同意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闹成今日不可开交的地步，是吗？我真怀疑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愚蠢又这么幼稚的想法。不要说是阿舍，换作是我也不会嫁给你。你知不知道你的理由对阿舍来说是多么严重的伤害？可是我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啊。那你的行为就更加可笑了。世上有多少人是仅仅凭着媒妁之言就结为夫妻的？他们在成亲之前，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，更别说互相了解了。人家还不是一样白头到老？你跟阿舍也算相处了一段日子了，还有
有什么不了解的呢？娘，好了，不要再解释了。我再慎重的问你一次，你到底爱不爱阿舍？我当然爱她。那你究竟想不想娶她为妻？想。好，青云，马上备轿，我亲自去下聘。我有把握让阿舍回心转意。不，夫人，这么做并不妥当。为什么？夫人贸然前去，倘若阿舍姑娘愿意也就罢了。如果阿舍姑娘不愿意，不但有损夫人的颜面，同时把事情也弄僵了。那依你看，怎么做才合适呢？依我看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既然这件事情因为惊天而起，最好还是由惊天亲自去走一趟。就说夫人因此气出病来，阿舍姑娘对夫人一向是十分敬重，相信她会到山庄来探望夫人。等她来了之后，夫人再私下劝解。如此一来，不管阿舍姑娘能不能回心转意，也不至于伤了彼此的和气啊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今天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今天日落之前，我一定要见到阿舍。这下可好了，我们可以好好的喝一杯茶了。阿德，我们先说好，你可别劝我，你劝我我也都听不下，反正婚也退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姐姐，你多心了，我只是觉得姐姐嫁不出去，没人要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谁说我嫁不出去，没人要的？好，好，好，算我说错了，行不行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从今以后，我可以每天都听姐姐的教诲了，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。所以，我想煮一杯松枝煮的茶，来庆祝一下。你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？好，如果我说出任何一句你不爱听或者不想听的话，姐姐可以掉头就走。啊，我的好妹妹，我并不是有心要跟你过意不去，只是最近我的心头好乱，我真怕我会……哎，这可不是我要往下说的哦，是你自己说的。我只是想喝茶来庆祝一下。谢谢你，阿德。好，我去打水，你来生火。哎，不，平常都是我去打水，你来生火的。可是今天不是平常啊，当然就不能用平常的办法了。姐姐，快点吧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喝不到茶就不回去哦。可是我点不着这样子的火。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？那就原封不动的把它抬回去。东西是可以原封不动的抬回去，不过，我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好心情，谁陪我啊？阿德，你想劝我什么，你就说吧，我都会认真的为你把它听进去。姐姐，你不是为我认真的听进去，你是要为你自己认真的听进去。我知道。姐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拒绝的不只是石大哥，就连他母亲，你也一起拒绝了。我只是拒绝这件事而已，我并没有拒绝他的母亲。可是他知道吗？你将订婚的聘礼就这样原封不动的送回去，他心里会怎么想？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他母亲的意思。我知道你是没有这个意思，可是他怎么会知道呢？
所以，你是不是要去解释一下这个误会？伯母，你不要再为退婚的事情生气了。我跟今天恐怕是有缘无分。不过我相信日后你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媳妇儿。在我眼中，谁也比不上你。倘若今天不能娶你为妻，我宁可这辈子不认他这个儿子。伯母，阿舍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可是你不能因为生今天的气，就连我也不理了。伯母对我一片爱护之意，我非常的清楚。我想，过一阵子，等大家的心里都静一点，我一定会经常来探望您的。阿舍，不是我这个做娘的偏袒儿子，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。今天他虽然对你做出了无理的要求，可是他确实是真心真意的爱着你的。伯母，您不要再撮合我们了。我对他已经心灰意冷。阿舍，啊，对了，这是伯母的心爱之物，我想还是物归原主的好。阿舍，当初送你这块玉佩的时候，我就说得很明白，这完全是因为你我有缘，跟今天毫无关系。你怎么忍心拒绝我的好意呢？就算我们做不成婆媳，至少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啊。除非你对我有所嫌弃，否则你就把她留在身边。伯母，我怎么会对您有所嫌弃呢？那么你就收下吧。对了，你师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？我师父他是个方外之人，所以对这种男女之事，并没有太大的意见。你师父是位出家人呐，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呢？我以为伯母早就知道，所以我也没有再提起过。你师父法号是什么？我师父，他并没有真正剃度为僧，他只是一心向佛，所以他取名叫石头。石头？那他俗家姓名是什么？石木云。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青云，送客。是。阿舍姑娘，请。请先生帮我把玉佩交给伯母。想不到，阿舍居然是石墨云的徒弟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气死我了！石墨云，你真是我生命里的克星。我好不容易盼到儿子成家立业，结果全毁在你的手里。我好恨你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不要这么生气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你还敢叫我不要生气？我问你，这件事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石木云，怎么会想到石头和尚就是石木云呢？我不是跟你提过，石木云出家当了和尚，你怎么一点警觉都没有？哼，我看你真是快变老糊涂了。夫人息怒，是青云糊涂。今天，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决定成全你，不再逼你娶阿舍了。娘，我不是不想娶阿舍，而是不用再说了。我也发现你们并不合适。
这门婚事，以后不准再提了。娘，从今以后，不许你再见阿舍，否则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娘，出去！阿舍，站那儿干嘛？啊，我看到师父在看经书，所以就不敢打扰了。是吗？我看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又不敢说。没有啊，我怎么会有心事呢？既然没事，去忙你的吧。师父，我阿舍，有什么话就说，不要吞吞吐吐的。师父，我想问你，你一向都是行侠仗义，会不会结下不少仇家呢？这是在所难免的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，就算是大奸大恶之徒，也有自己的亲人。当年我杀人虽然是为了惩奸除恶，可是在他的亲人眼中，我仍然是罪大恶极，仇恨也就因此而生了。原来如此啊！哎，你怎么想到提这个问题啊？没什么啦，我只是有感而发而已。夫人，久违了，谢玉观音。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穿上你了，没想到，为什么，石墨云？为什么你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呢？几次跟他见面，竟然没有看出来他就是石慕云，累夫人烦心了。没用的，就算你看出来又怎么样呢？石慕云自始至终始终像鬼魅一样的缠着我，让我怎么甩也甩不掉。我本来以为今天跟阿舍成亲之后，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平平静静地度过我的晚年。可惜天不从人愿，想不到阿舍竟然是他的徒弟。你说，他是不是见不得我好，存心跟我作对？夫人，事已至此，已经无法改变。夫人不要再为此烦心，应该注意自己的身子才是啊。不行，我
我绝不容许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破坏我的生活。有他在，我永无宁日。我必须除了他，才能继续过我自己的日子。夫人，可是你……我知道我的武功不如他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必须要恢复练功。我要把九冥玄功练至第9重。哼，血玉观音将会重现江湖。夫人真的要恢复练功啊？怎么？难道你认为我不该再练吗？还是你认为我应该放了他？不，夫人误会青云的意思了。青云是想，如今郭放不在了，而青云又手无缚鸡之力，这幼童……这个你不必担心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哼，我就不信天下有难得倒我的事情。哼！这不急着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我是来告诉你，今天和阿舍的婚事，如今已是毫无希望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夫人已经知道阿舍的师傅就是石慕云了。那他打算怎么做？他受不了石慕云阴魂不散般的纠缠，所以打算重新回到密室去。他又准备开始练功了吗？不错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急着来找你。既然现在今天和阿舍姑娘不可能在一起，那么你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苦竹精舍了。哎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找到理由让你回去的。况且现在正是夫人需要人的时候，她不会怀疑那么多的。我知道你很有本事，一定有办法让我回去。问题是此刻我并不想回去啊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清楚吗？我应该说得很明白，此刻我并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阿舍动了真情。啊？既然现在他跟石惊天已经不能在一起，那岂不是我的大好机会吗？你想想，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怎么能离开呢？你不要忘了，当初我让你去接近阿舍，是去破坏他们的感情，并没有让你假戏真做，真的爱上他。先生，这感情的事你应该很明白。跟一个人久了，自然而然就会喜欢上他，就像你跟师傅一样。郭放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既然你都会如此，我也不可能例外。我已经没有亲情了，我不希望我的爱情轻易的溜走。可是现在夫人需要你啊！不，先生，我想你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有石惊天他自己的儿子嘛，很多机密的事情他应该交给自己的儿子去做，怎么会轮到一个外人身上呢？哎，你明知道这件事情，夫人不想让惊天知道，也该是时候让惊天知道了，这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早点让他参与，也好让他对他娘早日尽点孝心呢。郭放，姐姐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没什么。 3天了，石大哥已经3天都没有来了。他来不来，干我什么事？你真的毫不在意吗？我说过，时间会冲淡一切的。他来的时候，你就当作没看见他一样；他走了，你反而盼着他来。谁说我盼着他来的？ 从你看着门外那种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在盼着他来啊！你错了，我是在等师傅的。你可以骗得了我，但你骗不了你自己。我回药铺去了，
无论你是否真的在意石大哥，我都希望你做出对自己最好的决定。阿舍，你不用再等了。石今天已经3天没来，他不会再来了。你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。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开他，你就该试着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一个机会。你知道我喜欢你。过去有石今天，你可以拒绝我，但是现在呢，你应该有空间可以接受我了。郭大哥，我想有一点你不明白，就是不管我跟石今天的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接受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始至终，我的心里就只有他一个人。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你就对他这么痴情啊？我的心里除了他以外，再也没有办法容下其他的男人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会等你。也许过一阵子，你想通了，你自然就会回心转意的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。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，尤其是对一个人的看法。我相信你会变，不管是对石今天，或者是对我。什么人？你约我来干什么？想找你谈谈。谈什么？谈谈我们之间的那3个月的约定。有什么可谈的？当初约定的清清楚楚，如今3个月的期限未到，谈什么都是多余的。我可不这么认为。虽然期限未到，但是胜负却已分晓。谁胜谁负？哼，当然是我胜你负了。哼，何以见得？阿舍已经明白地告诉你，他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而且你娘不是也说，不准你跟他在一起吗？